第7章，神秘之谷。不久后的一天早上，我收到一封奇怪的邮寄信件，要我去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某个地址。他传达了这样的信息：要告知我的内容属于那种必须面对面亲自解释的。考虑到这个请求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到达我这里，我内心渴望回应这个要求。几天后，我到达了既定的地方，按下门铃。不一会儿，门就被一位40岁左右的高个子绅士打开了。他有着铁灰色的头发和灰色的眼睛，身高大约有6英尺1英寸。我做了自我介绍，他亲切而真挚地握住我的双手欢迎我，毫不含糊地透露出他是一个绝对真实而可靠的人。他的眼神沉稳而无畏，给人的印象是蕴藏着强大的后劲。我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内在和谐。我知道这只会意味着开启一段深厚而美好的友谊。他似乎也意识到了一种内在的什么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感觉被对方所吸引。他请我进门坐下。你来这里，他开始说，是应我的请求，我非常感激。尽管你觉得这件事情一定很奇怪，你的地址是我稍后要谈到的一位人给我的。作为解释，我有必要说，我做了一些非常了不起的发现，直到我可以带你一起去，并向你证明它们的真实性之前，请务必相信我说的话。我被建议直接与你个人取得联系，你是唯一一个可以知道这些的人，就是我关心的这些事情。作为开始，我要从20年前发生的事情开始讲起。那时，我有一位美丽的妻子，现在我知道她的内在有了巨大的成长，但是那时的我并不知情。我们的儿子出生了，我们都非常宠爱他。5年过去了，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突然间，没有任何预警或者明显的原因，孩子消失了。几个星期以来，我们四处寻找，尽一切可能找到他，但是都无济于事。最后，我们放弃了所有的希望。他的母亲再也没从震惊当中恢复过来。5个月后，他就去世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他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在他去世之后，将他的遗体在墓穴中存放7天，然后再火化。这对我来说非常奇怪，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就这个话题进行过讨论。不过我还是遵从了他的意愿。你可以想象我的惊讶，在他葬礼的5天过后，我接到了墓地负责人的电话。他说那天早上发现墓穴打开了，尸体不见了，没有发现任何有关这场离奇事件的线索。16年过后的一天早晨，我醒来，在我房间的地板上发现一封信，是给我的，但是没有邮戳。我捡起来打开它，阅读上面的内容，这让我非常的困惑，还有惊讶。上面写着：你的妻儿都活得很好，而且很健康，很快你就会看到他们。耐心等到那个时候，要去欢呼，不存在死亡。在既定的时间，指引会以这种方式到达，你要去跟随这些隐含的指引。所有一切都取决于你的绝对安静。你将会看到，并且接收到所有看上去如此神秘事物的全部解释。然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真相要远远比小说更加离奇，更加精彩。因为即便是最非凡的小说，也不过是对真相的记录，发生在宇宙某个地方的真相。署名：一位朋友。我的朋友，你可以想象我有多么吃惊。最初我一个字也不信。在这之后的第3天晚上，我坐在炉火前，我清清楚楚地听到我妻子的声音，仿佛她就坐在我的身边。她说：罗伯特，我的挚爱，我还活着，
活得很好。我的儿子跟我一起。当你再次跟我们重聚时，我们会非常开心。不要不相信这则信息，这一切都是真的。你会被带到我们这里。若是你没有让怀疑关闭大门的话，我通过声音射线跟你讲话，有一天你也会学着使用它。我再也无法容忍这种紧张。我说，现在你就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就会相信。瞬间，那个声音回答：稍等。大约3分钟后，一道璀璨的金光射入房间，形成一条隧道。隧道的另一端站着我美丽的妻子，是她，没有错。她说：亲爱的，多年来你的生命当中似乎发生了奇迹，但是因为你的注意力并没有引导至正确的方向，我们不得不等到这个时候，相信将要到来的信息，然后你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我向你保证，一个新的世界会打开。对我们伟大的爱来说，不存在任何的障碍。瞬间，光线消失了，声音也随之消失了。我的喜悦是无限的，我再也不会怀疑了。我感到一种多年来从未有过的放松、平静和安息。然后，接下来就是数周的等待。现在我知道了，我是在做准备。最终，我非常渴望的消息终于来了，并附有一张图表和要遵循的指示。我看到指示把我带到亚利桑那州图森东南部的高山上。我马上准备出发，对我的朋友们说，我要去做一次小型的勘测。我骑着马和驮畜，发现跟随指示是一件很轻松和容易的事情。如果我可以像乌鸦一样飞的话，很容易在2天内就走完这段路程。就在第3天日落前，我来到了一个不起眼的峡谷。如果不是因为这张指示图，我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它。我刚扎营，天就黑了。我裹在毯子里，很快就睡着了，做了一个生动的梦。梦见早上醒来，看到一个年轻人站在附近看着我。当我醒来时，令我惊讶的是，我身边真的站着一位这样活生生的年轻人，专注地看着我。他带着美丽的笑容向我打招呼。他说：我的朋友，你应该跟着我。我注意到他已经收拾好了我的东西，没有再说话，就转身带路向峡谷的顶部走去。大约1个小时后，我们停了下来，因为一个悬崖看上去挡住了我们的去路。他转过身，把双手放在岩石上，然后压在上面。墙体的一部分，大约10乘12英尺，移动了大约1英寸的距离，然后滑向一边。我们进入了一条几个世纪前的隧道，这一定是地下水道的河床。我的同伴在我身后把入口关闭了。当我们转身向前时，柔和的光辉四处蔓延，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晰。我很惊讶我所看到的，但是我想起来在指示当中收到的警告，要保持沉默。我们在隧道里又走了1个多小时，最终来到一扇巨大的金属门前。在我同伴的触碰下，门缓缓打开了。他站在一旁等我通过。我越过大门，进入明亮的阳光之下。眼前的美景让我开心得喘不过气。在我面前是一个美丽无比的山谷，大约有100英亩。我的朋友，这位年轻人说，这么久之后，你终于回到家了。所有的这些，你很快就会明白的。然后他带路到达一座美丽的建筑，位于山谷顶部的悬崖脚下。当我们走近时，我看到长得旺盛的各种各样的水果，还有蔬菜，其中有橙子、枣子、英国核桃，还有山核桃。一条美丽的瀑布从悬崖上倾泻而下，在它的底部形成了一个清澈的水池。这是一座巨大的建筑，看起来好像已经矗立了几个世纪。我们几乎快到了，入口处出现了一位美丽的白衣女人。我们走得更近了，
是我心爱的妻子，站在我的面前。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漂亮。一瞬间，我把她搂在怀里，毕竟那些年我所经历的痛苦，几乎是我无法忍受的。她转过身，用手臂搂住带我来的那个年轻人，说道：“罗伯特，这是我们的儿子。”儿子，是我能发出的唯一声音。我几乎被情绪所淹没了。他走上前，用双臂搂住我们。我们三个怀着最深沉的爱和感激之情，站在那里一段时间。我们再次欢乐起来。我意识到他已经失踪16年了，现在他一定是21岁。他回答我的想法，说道：“是的，父亲，我21岁了，明天就是我的生日。”你怎么能这么轻易地读懂我的想法？哦，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普通和容易的事情，这一切都很自然。当你知道如何去做的时候，而且它真的非常简单。他回答道：“来吧。”他继续说：“你一定饿了，我们吃点东西吧。”他们搂着我，我们进入了这座古老的建筑，内部装饰着粉红色的大理石和白色的玛瑙。我被带到了一个美丽的房间，清晨的阳光遍布了每个角落，我容光焕发。我还找到了一套为我准备的白色法兰绒，我试穿了一下，它非常合身，这让我很惊讶。但我又一次想起了保持沉默的告诫。我下楼，被介绍给一位相貌出众的绅士，他的身高与我相仿，有一双黑色的大眼睛，眼神锐利。父亲，我儿子说，这是我们敬爱的导师埃里尔，是他救了我还有妈妈的性命。多年以来，他一直在训练我们，直到你准备好加入到我们这里。是他向你发送了消息还有指示，因为你开始进行明确训练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进了餐厅，富丽堂皇，我不由得赞叹。餐厅安置在了大楼东南角的主层，上午和下午都是阳光普照。墙壁由雕刻精美的胡桃木制成，天花板镶嵌在横梁之间，并带有6边形的图案。一块至少2英寸厚的实心胡桃木放在雕刻华丽的基座上，用作桌子，看起来好像已经有数千年之久。我们在它周围坐下。不久，一位苗条的年轻人走了进来。我儿子介绍他说：“这是我们的兄弟范威，他是我们的上师从中国带来的。当时他还是一位婴儿，他的生命即将被夺走。他来自一个非常古老的中国家庭，能够做很多奇妙的事情。他一直希望为我们服务，我们很荣幸，也很开心地称呼他为兄弟。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快乐的人之一。”早餐包括美味的草莓、美味的枣子和坚果蛋糕。我们走进大客厅，埃里尔大师对我说：“你挚爱的妻子是你的双生光。在她即将去世的时候，我看到了提供某些帮助的机会，这可以帮助她到达扬升的状态，从而拥有更大的自由和更广泛的服务能力。能为她提供帮助，是我莫大的荣幸还有喜悦。”我打开了棺材，恢复了他有意识的活动，从而让他可以提升身体。这具身体已经到达了一个很高的校准点，因为他对圣光的渴望非常的强烈，是他对圣光强烈的尊崇和渴望让他达成了扬升。就在你认为他去世的那天，我已经向他解释了这一点。你们3位都是我在很久之前一次转世中的孩子，那时已经产生了伟大的爱，持续了几个世纪。他深刻的爱让帮助和提升在那时的完成成为可能。你们的儿子为了勒索赎金被偷走了，带到这个峡谷。2个与绑架他相关的人开始争吵，其中一个计划夺走孩子的生命。我出现在他们面前，把孩子带走了。他们因自己的恐惧而瘫痪了，没有恢复过来。几周过后，他们都去世了。如果一个人
要故意的夺走另一个人的性命，或者说下决心夺走他人的性命，他就种下了恶因，显然会自食其果。想让一个人陷入死亡的感觉或者愿望，会对这个人本身做相同的事情，因为他会传到一个人身上，然后开始他的回归之旅，回归到发出这个意愿的人身上。很多时候，一个人允许对不公平事情的怨恨发泄出来，强烈的想让这个世界的某个个体消失，这是死亡想法的一种微妙表达形式。对于发出它的人来说，这个想法一定会返回。很多人通过人类自我的这种微妙活动，带来了他自己的瓦解，因为没有人可以摆脱这个不变的法则。他的反应有很多阶段，因为人类沉寂于这样的想法和感觉当中，整个人类种族一直在经历一个又一个身体的瓦解。通过物质层面的暴力，死亡的人数与这些想法、情感和言语的微妙活动所导致的死亡人口数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人类一直在自杀，数千年以来以这种微妙的方式进行着，因为他不学习生命法则，也不遵守它。生命只有一个法则，那就是爱。那些有自我意识、有思想的个体，若他们不愿意、无法遵守那永恒慈悲的法令，就不能保存他的肉身完好，因为所有一切不与爱校准的形态都会瓦解，不论是想法、语言、感觉还是行为，不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个法则都会发挥作用。想法、情感、言语和行为，每一个都在起作用，并且永远的在他们自己的轨道上运作。如果人类知道他没有一刻不停止创造，他就会意识到，通过他内在的神之临在，他就会净化自己错误的创造，从而摆脱他自己的局限。他围绕着自己编织了一个不和谐的人造茧，然后在里面睡着了。他忘记了，即便是想起一次也好，如果他能够建造它，那么他就可以打破它。通过使用他灵魂的双翼、尊崇和下定决心，他就可以突破自己创造的黑暗，然后他可以再次的生活在他存在的中心，他自己神之自我的圣光还有自由当中。然而，在你和你心爱家人的事件当中，或者说是与我心爱的家人，看上去承载了如此多悲伤的云朵，已经翻了个底朝天，露出了它内在闪耀的金光。现在，你已经进入了圣光闪耀的辉煌当中，你将永远不会从中退缩。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人类有的时候知道为他们规划的美好事物，他们会在不知不觉中阻止这种伟大利益的接近。你被邀请到这里来，不仅仅是与你爱的人会合，而是为了接收明确的指引，关于潜伏在你内在的伟大神之力量的存在、使用和引导。当你了解如何释放和控制它的时候，你将无所不能。你的爱人使用圣光和声音射线与你交流，这种知识以及其力量会解释给你，这样你也可以有意识地随意操控它。你会深刻地感受到，当这种特性被有意识地掌控时，就会出现一种对伟大的神之力量的觉知，这种力量随时准备好被释放。你要在这里接受6个星期的训练，然后回到外面的世界，去应用你获得的理解。你可以随时回来，因为现在你已经是我们中的一员了。我永远无法用语言表达那6个星期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意识到我自己有能力运用这些教导，并对这些智慧加以应用，真的让我感到惊讶。很快，我开始对自己充满信心，让这一切变得更加容易。对人类来说，
如此神秘和不同寻常的事情，我发现对这位惊人的内在临在来说，自然而然，而且很正常。我真正的意识到，我真的是神之子，作为万善之源的儿子，无限智慧的能量服从我有意识的引导。当我引导他时，就像一位上师那么做的，就会产生即刻的结果。随着我对自己使用伟大法则能力的信心增加时，结果自然变得越来越快。我还惊讶于这位伟大的导师源源不断地涌出的爱与智慧的源泉。我们深深地爱着他，要比父母和孩子之间可能存在的爱更加伟大，因为通过给予灵性理解而形成的爱之纽带是永恒的，比任何人类体验所产生的爱更加深刻。不论人类体验的爱有多么美丽和强大，他常常对我们说，如果你们让自己成为神圣之爱的永恒源泉，倾注到你们思想所至的每个地方，你就会成为一切美好的吸铁石。你将不得不寻求帮助来分配它。灵魂的安静与和平会释放出一种力量，迫使外在的心智服从。灵魂会以权威的方式来宣告，在这个秘密之谷的家，我们已经这么使用了4000年。一天，在对神的所有权做了一场精彩的演讲后，他非常专注地看着我，建议我们去散个步。他带路到我们来时的山谷对面，靠近南面的墙。从东向西，与它平行的是一道山脊，从地面升起，大约7英尺高，延伸大约2000英尺的距离，然后又下降到地平面。当我们走近时，我看到那是一条白色石英矿脉。阿里尔大师走到矿脉与地面相接的地方，用脚踢开一块松动的矿脉。我看到里面储存了非常丰富的黄金。我人性当中对黄金的爱试图涌现，但是内在的临在即刻阻止了它。大师笑着说，做得好，现在我在欧洲有事情要完成，必须暂时离开你。他笑了笑，即刻就离开了。这是第一次他展示出自己拥有完全的主宰权，以及他能够用这种方式来做事情。突然之间，我的儿子出现了，站在相同的位置，就是埃里尔刚刚站的地方。他对我的惊讶大笑起来。他说，妈妈和我可以带着我们的身体，以相同的方式到达我们选择到达的地方。不要吃惊，这是自然的法则。它看起来奇怪，而且不同寻常，因为你还尚未使用它。它真的不比活在中世纪的人看到别人打电话更加特别。如果他们知道其构造的法则，他们就会知道如何去使用了，就像我们现在这样。自从上次到神秘之谷探访我的家庭之后，我已经去了7次。上一次我回到了外面的世界，上师把你的地址给了我，所以才叫你来到这里。他拓展了邀请，让你跟我一同回去。这位主人突然意识到他已经讲了几个小时，请求我耐心的原谅。我告诉他这些体验是如此着迷，让我深感兴趣，以至于对我来说时间不存在了。我接受了邀请，并深深地感激阿里尔上师邀请我去拜访他们。我直白地说了出来。片刻之后，一位高高的青年走进了房间。让我来介绍我们的兄弟范威。这位主人介绍他，他用最完美的英语回答，我的兄弟带着圣光之心已经旅行了这么远，我的心在欢愉和喜悦当中跳动着，我的灵魂感受到了你的宁静还有光辉。他直接向这位主人继续说，我知道你忙，我来这儿为你服务。你若是跟我们一起吃晚饭，我们会很高兴的。我的朋友转身对我说，然后我们一起走进了餐厅。我们的晚餐很美味。吃完后，这位主人又开始了他的谈话，
讲述了他与埃利尔的许多个人经历，他们的确非凡，只是从我们意识的人性方面来说的。但是从我们的神性视角来看，所有的一切，过去的还有现在的，都非常自然。突然间，一道光，或者说一根光柱进入了房间。从谈话中，我得知那是主人在与他的双生光交谈。片刻之后，光柱照向我，他说：“亲爱的，请允许我介绍这位兄弟，我们的大师埃里尔要求我来见他。”我看到他的双生光，也清楚地听到了他的声音，仿佛他就站在我们身边一样。这种交流的方式是一种美妙而愉悦的体验，的确有可能把圣光聚集起来，形成一个管道，在其中传递声音还有视觉画面，它就像照明灯一样真实。这位主人坚持我把他的家当成自己的家，一直待到我们出发进山的那天。我们在会面后的第7天，天还没亮就出发了。这是我一生当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他告诉我的一切都被证明是真的，最微小的细节也是。我们来到神秘之谷是一件非常喜悦的事件，我们非常开心。我遇到了这位主人的双生光，还有他的儿子，然后被带到这座古老的建筑上。很多学生在这里接受了对存在法则的真正理解，并获得了他们永恒的自由。这真的是一种美妙的感觉。站在几个世纪以来伟大的神之力量的集中之处，扬声大师们为了他们的一些工作准备了这个隐蔽之处。当埃里尔大师对我讲话时，我坐了下来，沉思那些学生收到的祝福。他们真的是有幸来到这里。我的孩子，他开始说，你正在接近美妙的自由，牢牢抓住并持续地接受你自己内在大师的临在，你将会有正当的理由喜悦。他伸出右手，然后可见世界和不可见世界之间的面纱被拉到了一边。我想让你看到，他继续说，作为像我们一样扬升的人，我们世界崇高和庄严的活动，在这里，我们作为神之子持续地见证着，因为我们内在不再有怀疑、恐惧和不完美。我会永远记得我与那些美妙的人待在一起度过的快乐和荣耀的日子。每一天，埃里尔说，你都会见证圣光和声音射线的使用，它们可以超越时间还有空间。人类注定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使用它们，就像他们现在使用电话一样自然。这是一个人可以学会去引导的最了不起的活动之一。光线可以被绘制和控制，它可以像铅笔一样使用，可以在金属上或者天空中书写，并且让书写保持可见，只要引导者愿意的话。当学生足够强大，可以抗拒世界上无知的观点时，他就准备好去见证由扬声大师们展示的神之活动在个人表达中的奇迹。在他可以做到这一点之前，来自他人建议的力量和怀疑的辐射会间歇性地扰乱他，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让他多次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干扰指引稳定流动的是不和谐，不和谐是蝎子，也是一种微妙的方式。地球上的邪恶力量通过它进入已经下定决心面对圣光的学生的外在活动当中。这种活动是非常微妙的，因为它是一种感觉，在一个人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它的存在之前，它就悄悄地潜入。它的持久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增长也非常阴险，以至于一个人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之前，那个势头就已经开始了。记住这一点，我的孩子，当你再次回到外面的世界时，你会发现它是一种保障，伴随你度过生命中的每一次经历，让你免受不和谐的影响。
如果一个人发出怀疑，他就会陷入怀疑当中，因为每个人在他自己的世界当中所拥有的正是他自己放入的东西，而且这个永恒的不可撤销的法令存在于宇宙当中，所有意识的冲动都会回归到发出它们的中心点，甚至一个原子都不例外。圣光的真正学生面对送到他面前的圣光，看到圣光的光辉环绕着他去的每个地方，并持续地尊崇他。面对来自人类心智的怀疑、恐惧、质疑和无知，他转过身子，知道只有圣光，这就是他的源头，他真正的自我。说完这些话，埃里尔向我道别，我又回到了外在生活的日常事务当中。